那颗球一开始很好打，弹得很顺，投出去也很稳。可打到后来，我每拍一下，耳边都会多出一句很轻很轻的声音。他说：“好痛。”捡到一颗篮球，每拍一下他都说好痛。我从小就爱打篮球，不是很厉害，就是单纯喜欢球砸在地上弹回来的声音。高中那阵子，我几乎每天放学都去球场，朋友来了就一起打，朋友走了我就留下来练投，练到管理员来赶人，练到灯一盏盏暗掉才肯回家。那颗球是我和阿凯某天打完球回家的路上捡到的。那天下午刚下过雨，路边有水洼，柏油路反着光，阿凯突然指着巷口说：“哎，那边有颗球。”那颗球就放在电线杆下面，干干净净，不像被雨淋过，也不像谁不小心掉的，球皮很新，线也很白。可那种新，不像刚买回来，比较像被人仔细擦过，再放回原位。阿凯踢了一下，球没有滚很远，只是慢慢转了一圈，停住了，像不太想离开那个地方。我弯腰把球捡起来，第一个感觉是冷，不是冰箱那种冷，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湿冷，会粘在指尖。可我把球在衣服上擦了擦，球皮却很干。我们试拍了几下，弹得很好，声音很脆。阿凯说：“你拿去用了，你不是说你的球快破了？”我把球带回家了，怪事从那天晚上开始。半夜，我睡到一半，听见地板上传来很慢的滚动声，像球沿着地板自己走了一小段。隔天早上，那颗球不在角落，它停在我床边，离我的脚很近，像有人故意推过来，推到我一下床就会踩到。我以为是自己半夜踢到，就把它放回原位。可接下来几天，它都会换位置，有时候在门口，有时候在椅子底下，有时候在衣柜旁边。但最后，它总会回到同一个地方，我脚边。像在等我注意它，像在提醒我，你捡回来的东西还在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把球放进柜子里，关上门，还用书卡住。结果我写作业写到一半，背后突然传来咚的一声。我转头，看见柜门开了一条缝，那颗球从缝里慢慢滚出来，停在我椅子旁边。我盯着它，第一次觉得房间里多了一个不该会动的东西。直到那天，阿凯他们约我去打球，我才突然想到，这颗球捡回来这么久，还一次都没拿出去用过，不如今天就带去，如果真的好打，就当我赚到。傍晚，我们在球场集合，天还没全黑，灯刚亮，地板有点潮，空气里有雨后的味道。那颗球一开始真的很好打，弹性很足，投出去也很顺，我心里还在暗爽，觉得自己路边捡到宝。可打到一半，我开始听见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，像有人用气音在我耳边说话。一开始听不清，我以为是隔壁场的人喊，或者篮筐震动的回音。我没放在心上，可那声音又出现了，更贴近，更像从我耳边钻进来。他说：“好痛。”我手一滑，球差点掉。阿凯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，可能太累，我硬把那句话当幻听。但越打越怪，每次球撞到篮筐，发出叮的一声后，那句好痛就会跟着来。每次球重重砸在地板上，那句好痛也会贴上来。很轻，像叹气，也像有什么东西被同一个地方反复撞击，你越用力，它越痛。9点多，大家陆续散了，阿凯拍拍我肩膀说：“走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先走，我再投几颗。”球场很快只剩我一个人，四周安静下来之后，球落地的声音变得特别清楚。一下一下，球弹回掌心。我的呼吸也慢慢跟着那个节奏，那时候我反而觉得平静，像刚刚那句声音，真的只是太累产生的错觉。直到我投出一球，球砸在篮筐外沿，弹了出来，我追过去接。球落地那一下，没有弹起来，它像一块失重的东西，砸在地上，发出很闷的一声。那声音不像橡胶，像肉。
我愣住，再拍一下，球只滚了一点点，没有回弹，像突然失去弹性，也像里面根本不是空的。我蹲下去摸球皮，手掌刚贴上去，那股冷就粘进指缝，我摸到一点湿，不是地板上的水，是温的。就在那时，球场的灯一盏一盏暗了下去，不是全关，是像节能一样慢慢退掉，周围的光变薄，只剩月光。篮筐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地板上的线也变得模糊。我站起来，把球抱在怀里，准备直接回家，可那句好痛又出现了。这次不是在耳边，是在我怀里，像球皮里面有一张嘴，贴着我的胸口说：好痛。我全身瞬间发麻，手一松，球跳到地上。它没有弹，只是滚了半圈，停住，像故意把某一面转给我看。我低头，月光照在球上，球的表皮不再是橙色，而是暗红，像沾了干掉的血。那条本来白白的缝线也变得歪歪扭扭，不像球的线，更像皮肤裂开的纹路。我再靠近一点，终于看清楚了。球的表面有一块凸起，不是球皮皱起来，是眼窝。我喉咙瞬间锁住。我蹲下去，手抖着碰了一下，指尖摸到一撮湿黏的东西，像头发。我猛地缩手，那一瞬间，球上的轮廓彻底清楚了，那不是篮球，那是一颗人头。满脸都是血，血把皮肤染得发黑，也把头发粘成一束一束。眼睛睁着，瞳孔黑得像洞，他的眼神不是空的，是怨，是那种被人反复撞击、反复摔打后剩下来的怨。他狠狠瞪着我，像我每一次运球，每一次投篮，每一次让他撞到地板，撞到篮筐，都是在折磨他。他的嘴唇裂开，血从裂缝里慢慢渗出来。他盯着我，用很低很低的气音说：好痛。我整个人直接失控，转身就跑，鞋子踩在球场地板上，像踩在水里，每一步都滑。我不敢回头，因为我怕一回头，那颗头就在我背后。我冲回家，把门锁上，把所有灯打开，窗帘也全部拉死。可脑子里一直回放那张满脸血的脸，回放那双狠狠瞪着我的眼睛。我想告诉自己不可能，球怎么会变成人头？可是我手上还留着那种湿黏的感觉。我冲去洗手，水流冲下来时，我看到自己的指缝里卡着一根黑色的细发。我当场崩溃，把水开到最大，把手搓到发红，像只要洗干净就能把刚才那一切也一起洗掉。那一晚我不敢睡，只要一闭眼，耳边就会听见那句好痛。我以为只要撑过那一晚就好了，我以为把门锁好就安全了。可是隔天早上，我睁开眼睛，第一眼看见的东西是房门口地板上有一颗球。那颗我昨晚丢在球场的球，现在安安静静躺在我家玄关，干干净净，像新的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它靠在鞋柜旁边，位置刚好挡住我出门的路，像在等我再抱起它，再去打一场。我站在原地，全身发冷，不敢靠近，也不敢把它踢走。因为我突然想到，如果他昨晚能在月光下变成那样，那他现在只是把脸藏起来，把血藏起来，把痛先收回去，然后等我下一次运球，下一次撞到篮筐，他就会再对我说一次好痛。